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游览优鹤国家公园里的翡翠湖和自然桥。2018年3月的中旬，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正在拍卖一幅已经破损了的，而且是非专业画家所画的油画。画的景色本身是翡翠湖，却被错误地标识为加拿大路易斯湖。伦敦拍卖行的估价是11000到14700美元，最后的成交价格是87267加币。这幅画的作者就是英国的前首相 Winston Churchill。1929年，当丘吉尔访问加拿大落基山脉时，在翡翠湖旁画下了这幅雄伟的景色。不过，在艺术品的左下方，它却错误地标识为加拿大路易斯湖。绘画是丘吉尔的爱好之一，他曾经画过近600幅画作。当年，丘吉尔把这幅画送给了他的一位保镖埃德蒙·莫里，现在埃德蒙的一位亲戚将其出售。丘吉尔非常喜欢落基山脉的美景，他曾经给妻子回信写道：我想带你去加拿大有很多原因，尤其是去翡翠湖，因为它在那里实在是太漂亮了。其实，卡尔加里的一位历史学家在拍卖前曾经预测过，他将以远远超出估计的价格出售，果然被他说准了。这位历史学家在接受 CBC 新闻的采访时说道：是的，它是已经破损了，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你住在100万美元的城堡中，谈论某一个地区关于湖的故事的时候，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谈资吗？第一个非原住民发现翡翠湖的是加拿大的一个向导汤·威尔森。当他骑着从印第安人那里借来的马探险时，迷了路。这时，马带着他来到了翡翠湖。这匹马一定曾经跟随过他印第安的主人，多次来到过这里。即使是像他这样经验丰富的探险家，这个湖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片刻之间，我坐在马上，享受到面前罕见的宁静和秀美。这里的湖水来自冰川雪水，水里富含的石灰石粉末使湖水呈现翡翠颜色，尤其是在每年的7月份，颜色非常鲜艳。他给这个湖起名为翡翠湖，其实在同年早一些的时候，他已经给另外一个湖起了同样的名字，而且那个名字已经标注在了当年官方的地图上。不过可能他觉得这个湖叫翡翠湖更合适，从此那个湖就被改名为路易斯湖了。翡翠湖是优鹤国家公园里61个湖泊中最大的一个，在群山环抱的湖边走一圈，大概是5.2公里，四周不乏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峰。夏天你可以泛舟湖上，冬天这里的湖面变成了人们滑雪的地方。我感觉这里的湖水在不同的月份颜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7月份的时候，它呈现出极鲜艳的翡翠色，而到了10月底、11月初，如果湖面还没有结冰的话，好像比夏天的湖水更加的清澈。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石灰石粉沉到了湖底的缘故。对面看似像滑雪道的地方是雪崩的路线，因为没有树木的遮挡，雪崩发生的时候，大量的积雪横冲而下。由于这里的冰川水富含石灰石粉，所以阳光不能透过湖面到达水下。我们知道植物没有阳光是不能生存的，所以湖里几乎没有什么水草。
过去的一周山里大雪，温度下降到了零下10几度，而今天温度一下上到了0上，太阳照到身上暖洋洋的。当走到湖的北侧时，山后不断传来巨大的隆隆声，估计里面正在发生雪崩。周围还没有什么别的游人，感觉还真挺瘆人的。依湖而建的翡翠湖小屋是由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在1902年修建，目的和半幅路易斯湖的城堡酒店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吸引那些富有的探险家乘坐铁路来落基山脉探险。不过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屋已经不是当年的了，只有主建筑的外面轮廓还保持了以前的结构。现在的小屋都是在保持原有的格调基础上重新修建的。从卡尔加里的家里开车过来不过2个半小时，本来是不需要在此居住的。但是很想体会一下当年探险家们的感觉，也希望看到翡翠湖的日出日落，所以决定在这住上一晚。后来才了解到，这里实际上很难看到日出日落时像路易斯湖、梦莲湖那样的奇观，因为这周围的山峰实在是太高了，加上翡翠湖不大的湖面，等阳光能够洒进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自然桥离翡翠湖大概7.3公里，就在翡翠湖路上。这座桥是由于较高处冲下来的水不断侵蚀坚硬的石灰石下面比较软的岩石而形成的。可以看到水面上相邻的岩石缝隙并不很大，很容易一步就跨过去。偶尔你也可以看到个别游人真的爬到桥上，但请注意那是极危险的，因为被水打湿的岩石很滑，而下面湍流的河水随时可以把任何掉下来的东西重重地拍到旁边的岩石上。随着时间的流失，桥下面水流过的空洞将会越来越大，相信最终这个桥一定会坍塌，这个景观也将不复存在。如果朋友们想跟随我一起浏览加拿大国家公园里更多的山山水水，请接下来看我分享的更多影片。下一集我们继续我们的优厚之旅，看看这里还有哪些奇观。也欢迎朋友们转发点赞，谢谢大家。